我小时候就做大家想要的方婉珍，我长大就是做大家想要的黄有幸，可是那些都不是我。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大家那不是我，我都好想要摆脱。后来我跑去演戏了，我才发现我好自在，因为我可以躲在角色后。24年来，第一个人跟我说他对我的期望是可以看到我自己，而且我有时候可以偷偷把这个角色变成方有幸。我没有看你们节目，没有来宾哭的嘛。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好物，它是拜耳利杜参的发泡锭。OK， 我觉得这个置入非常的棒。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最近很忙，然后呢，吃的东西啊，跟睡眠啊，其实都乱七八糟的。是真的。对，我现在每天就是喝水的时候，然后就丢1颗下去。对，这个拜耳利杜参不错，因为我常在研究这个人类要如何将自己的能量维持在高档。但是这个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工作这么忙碌，不管在睡眠、营养或者是运动方面，都应该要做到足够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太忙了，所以你可以分给每一个东西的时间实在太少。真的。所以变成说你需要有一些好朋友来帮忙。它里面是有维他命 C、D 跟锌。然后尤其是维他命 C， 因为我们很忙，然后其实经常性的会忘了吃水果，and 没时间吃水果，这是真的，因为我懒得下来切水果。被我女儿抱怨，妈妈，我很想吃水果，我才猛然想起，哇，天哪，我们最近真的很少弄水果给他们吃。没错，而且它里面有加维他命 D 啊，那 D 就是基本上你晒太阳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对，但是普遍来讲，我们都缺乏维他命 D。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晒太阳晒不够，第二个饮食当中补充的维他命 D 也不够。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晒太阳要晒多久维他命 D 才够？这个部分我就不是很确定了。譬如说像最近下雨，肯定就是不够的啦。尤其是我觉得坐办公室的人更不够，尤其是你住在北部的人，跟英国一样，对一天365天有200多天是阴天。对，你可能要看那个装哪里有那个太阳能光电板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够。其实我觉得坐办公室的人其实基本上都不够啦。对，然后还有文献指出，这个维他命 D 加锌加上维他命 C 的时候，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产生一种重效，人体比较好吸收。为什么他们要加3种？我还特别去看一下那个文献。长知识了耶。因为以前我们不是喝那个发泡锭，对，其实我很害怕那个味道，因为它那个都会有一个假的怪怪的味道。对，这个不会，这个喝下去真的很像柳橙汁。对，它就真的很像柳橙汁，这很妙，很好喝啊，还蛮好喝的。对，还蛮好喝的，就当做饮料来喝，其实也不错。还不错啊，我们家小女儿蛮喜欢喝的。对，就不用再去买手摇茶了。好，手摇茶还是要喝一下，偶尔。没有珍珠奶茶，偶尔喝太多了。对呀，对身体不好。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才需要拜耳利杜参。你们乱吃啊，真的在乱吃要提醒一下这个12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建议饮用的12岁以下的小孩没有，它就是有20颗柳橙的维他命 C 啊。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他们现在打55折。对，没错，这是我们的福利。然后到虾皮的那个品牌官网，那详细的资讯呢，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可以自己点击连结就可以看到了。对，还有折扣码本期节目由拜耳利杜参赞助播出。成立宗教，辩才，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你的人生遇到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好玩。对，因为我昨天才去催眠。我昨天才去催眠。因为我最近一直就是可能第一次自己做这件事情，我也是第一次跟人家合作，所以有很多关自己过不了，然后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小时候的教育让我太习惯第一时间是先反省自己的，所以后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这一题，但我已经听了不下100遍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先怀疑自己。不要先怀疑自己，情绪是真的，不舒服绝对是真的，然后去找那个源头，这样。但我就是忍不住，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好像需要跟我的潜意识沟通一下。但我其实在我去做催眠之前，我一直不相信我会被催眠，我觉得我的个性不太容易被催眠。然后，但好险，我放松之后，那个感觉也很难形容。但唯一让我自己有点吓到的是，我自己讲出来的话跟我
就是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过程的解答是完全相反的。对，我生活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 A 才对，这个东西就是一这样。可是我在潜意识里面蹦出来的话语跟画面都是 B， 然后都是2，就是完全是非黑即白，两个完全不同道路。我想说，哇，原来我一直在整我自己，就是我的潜意识一直在跟我的大脑在打架，原来是因为这样。但我要先提一下，我觉得在现在自己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正常，但是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就笨啊，就比较笨一点。走过一轮之后，觉得自己蛮拱大的。但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出版呢？其实我有纠结过。我有纠结过，然后纠结的点很多，真的让我踏不出去找出版社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我怕什么？我怕我的文字不够好，因为我不是一个作家，然后我没有写过，然后这个文法我到底要用散文式的，还是文学式的，还是整个是自传式的？我应该是走正统的文学呢，还是我可以走什么什么？就是各种东西就开始来对自我质询这样，然后我就怕，然后怕的时候我想说没关系，那不然我先找插画师好了。然后跟插画师聊完之后，他给了我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出版社假设如果出版社它是走一个群众的销售方式，所以它可能会有一定在排版啊总编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符合大众要求的一个形象或者是方式的话，那会不会是我们真的想要的？然后这件事情我有借口，你知道，你这个时候就是很想要抓一个借口，就会觉得好啊，这个很好，对，我就想要很有自己风格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那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当初想的很简单，因为我们永远看到很多公众人物出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记者会，然后就是我带着我的书出来宣传，大概印象中是这样。那以前在拍戏或者是专辑的时候，也大概是这个流程，所以也没有多想那么多。哇，自己出版之后才发现，第一关卡关的是，哇，那这个美编，这个总编辑，我找不到范本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童书的绘本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这个东西又不太像真的儿童绘本这件事情，我找不到范例。好，卡关这件事过了之后，第二关印务来了，我真的没想到印务我们前前后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光在印刷跟印务上面，然后这一关过了，然后去看印，从中午看到凌晨2点，我还没想到后面最难的是我们实体店面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是独立出版，那这件事情糗了，要怎么铺通路？对，那这个门我应该怎么去敲才对？因为可能我很容易想到是有可能是以前就会从歌手跨到演员，然后又跨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主持人这样子的心情，所以我会大概有感受到一些，尽管都是表演艺术，但其实中间还是有一些美感是不一样的。那更不用讲说出版圈在艺文圈上，它会有什么样的美感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光这个敲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人生的一个人格上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本来就不太容易去主动跟别人，就是不管是拜托。对，或自我介绍，或者是 promote 也好，这样，然后又再来就是推荐语、推荐序，完蛋了，我操，不是找谁的问题，而是我要怎么开口的问题，对，然后一切的一切，我就会发现根源在于我的自卑感有点太重这件事情，然后我有一度是用逼迫自己的方式跟自己讲说，你没有不好。你没有不好，你的故事很特别，因为你在写你童心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件事情很难得。然后你用童心的视角在写30年前的社会，那个时候没有科技，没有手机，
然后那时候可能连拨接网络都很困难的时代，人们怎么生活的，让大家重温这件事情是很棒的。我就一直不断的，我印象当中我要发出去给北安老师的推荐，请他帮我写推荐语，那个时候我是不停，因为我那时候人在美国纽约，我是不停的跟自己讲说，对，你就是这样，你这个很特别，所以你不要再去顾虑什么文学性了，你不要再去顾虑什么文学该有的 SOP 或者是起承转合什么的，那都不干你的事情。这样，然后发出去就说我立马收回，因为我发现我忘记什么敬语啊，什么就是这你知道，就请谢谢学生敬上，对，然后感谢您拨时间阅读，我忘记了，我只打重点，然后又赶快收回，然后我就又在写，然后又再收出去。然后我那一天就失眠，我就没有办法，我一直在想我对不对这件事情，这样，然后一路我都会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不太，我现在的感觉啦，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不太是，我完成了一个作品，我小孩生出来了，然后我好喜悦，不太是，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反而是有一种，原来老天爷是要我借着这个过程。去让我去正视自己，我真的早就应该要修炼成，而且毕业的人生功课，其实我一直都在逃避。这个你的书名叫《寻脑海里的小丑》，回寻脑海里的小丑鱼。哦。它有一个回，对哦，可是它因为它那个字感觉像是很像一个电视，对不对？回寻脑海里的小丑鱼，对。那为什么回寻脑这两个字是注音？那个时候，插画师跟我聊说，这两个字笔画很多，然后如果写这个的小女孩，你是把它设定在国小3年级的话。就是从出生到国小3、4年级的话，要不要就是把你的个性放进去？我说什么个性？他说懒啊。我想说哦，有道理，好，所以他就说那我们来用注音好不好？3年级有很多太复杂的笔画是写不出来的，是这样。对，3年级是9岁嘛，对不对？对，9岁。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啊，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有听到一个关键字，他永远都会把自己拉回到9岁的时候。为什么是9岁？为什么是9岁？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不管聊到什么事件，然后如果跟你的回忆有关的时候，都是9岁。那为什么是9岁？好像是因为我第一次面对到摄影机，那个冲击有点大。9岁很小的时候就出道了。对，9岁那个时候是在比赛，在摄影棚里面，然后有一点像现在这样，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黑色的机器，以前机器很大台，我没有想到这个黑色机器照着我，然后它头上的那个红灯会亮，然后一下又暗掉，一下又亮，一下暗掉是什么意思？这样，然后一切都好新奇。然后有2个主持人是从以前电视上走出来的，他像活生生的站在你前面，但每一个人不太会关注你。但是当大家都是一直在按照行程一直在走下去，然后莫名其妙的你就叫了你的名字，然后你就走上去，这样，我觉得那个画面是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很一回想心会同时感受到自己心跳的那一种状态，不会是澎湃的，但是回到那个想到那个画面是你会感受到你的有那个心跳悸动感在那边，悸动感，那个激动感。为什么是激动感？为什么是激动感？对，我觉得那个情绪有被保存起来耶，就是有一些30年之后，有一些情绪会被美化，有一些情绪会被加深。可是那一刻，而且那个棚还不是3立新人歌唱排行榜的正式棚，它只是预赛而已，所以它超级简单的，只有一个看板，然后2个主持人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就站在某一台摄影机的旁边，然后我的身高没有比摄影机高，所以从我的视角看上去，我不知道我该把那台机器想象成什么，但我不敢问我妈，因为我妈的神情比我还紧张，她就站在摄影机旁边，我妈站在我跟摄影机的中间，这样。你去比赛这个东西，其实是你爸妈 push 你去的。
不是，是你自己想去？我自己很想去，但是真的去报名的是我爸的朋友。你爸的朋友？对对，因为这样，对我，然后后来因为以前没有什么诈骗集团这种概念，可是我爸一直觉得有人打来恶作剧，因为一直有一个自称为比赛节目的制作单位。对，然后要找方婉珍小朋友，然后希望他可以来唱歌，然后来比赛。然后我爸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不要再闹了，因为一通两通就是，但一直打来，所以我爸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恶作剧这样。”但你那时候就是单纯就是自己在家里就一直在唱歌吗？很喜欢唱歌？我很喜欢唱歌，而且我小时候非常爱现，然后脸皮超厚，而且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真的，那以前叔叔阿姨他们来家里做客，然后我妈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唱路边野花不要采给叔叔阿姨听？”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他们就会拿那个吃完的那个筷子给我，我就会拿着，我就会站在一群叔叔阿姨的中间，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等，然后那个等到已经就是。我妈后来跟我讲说，那叔叔阿姨都会问说啊，今妈洗的单啥？这样，然后我妈就会前奏啦，她心里面有前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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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自己会心里会有那个前奏，然后我才开始恰恰舞步来了，送你送的香水就开始唱了，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就是哇，怎么会这么不怕生什么的？然后叔叔也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所以他一有 get 到这个消息，他就直接帮我报名了。后来是在电话中，我爸跟他就是再三确认过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 ，OK， 我们要不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他可能年纪比较轻，没有听过方婉珍到底是谁？就现在叫做方佑兴是，然后。他以前的成名曲，应该是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跟那个方顺吉的那首歌叫做《乔卡莲翠秋》，乔卡莲翠秋还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对，它就是下回是溜溜秋秋，就这首歌。这样有听懂了吗？这样有听懂了哦 ，OK。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对，就是找那个乔卡莲翠秋 ，OK。好。如果你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个演员 ，No， 他以前其实是一个童星歌手出身。这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他也是应该30年前了。30年前哦，对，听起来是有历史的人。就是对以前很害羞的时候，会很不喜欢别人一直讲，就是你知道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前辈耶什么的，就进棚的时候就会很害羞，就觉得你不要再讲了，然后不知所措。一直到我碰到林俊逸的时候，我心都开了。有一个骨灰级的前辈，谁还敢讲我前辈？OK， 哇，出道30年，对，开玩笑的，就是30年前你就在摄影机前面了。对，而且我那时候一开始其实是没意识到的，我不知道那个红灯亮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我真的出去，对，真的是一直到我出去做秀，就是以前的那个庙会工地秀，然后很盛行的时候，我们去。唱歌，然后台下的叔叔阿姨才说：“哦，你足高唱诶！你敢知影？大礼拜日吼，你的比赛若是开始吼，我咧打落会羞羞诶，紧等一看，行李我都不爱走啊，因为以前没有重播嘛，所以从那时候才发现，哇，原来那个是会放送出去给大家看的。然后就想 ，OK， 我被那个摄影机出卖了，就是 OK， 对，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看童星，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童星，譬如说好小子然后从我们长大就好小子，对，然后你就会看到一路有童星长大，然后他可能后面你会看到很多的新闻，然后他可能就变了，或者是他走中了，但那个是一个结果，可是重点是其实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经历了什么，那。我比较想问的是说，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在学校在同儕之间，你有经历过什么吗？经历蛮多的，因为我觉得跟我自己的本身个性很像，应该这样说，就是我30年前我们在一个囡仔人有耳无喙的年代里面，所以当我知道很多事情似是而非，我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问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先给自己一些答案，给自己一些解答。
可是那个解答会很多的天马行空，譬如说我以前为了寻找安全感，我会把摄影机当成独眼怪，我把它拟人化了，因为它可以陪我。然后这个以前的这种有线麦克风，我会把它当成一个黑色冰淇淋，我尽量把很多事情都把它变成我是一个很像以前很喜欢看那个什么小甜甜啊卡通，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会有一种投射，就是我会不会在这边我比较不紧张，我会不会进入这个世界我比较不紧张，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紧张的小孩，非常内向，可是那个在对于当时大人的印象里面是不应该是童星该有的特质，童星可能是需要很活泼很可爱，反应很快，对答如流，就像阿吉一样。其实阿吉就他那个时候是主持人问他什么他就直接回答，那我就是在旁边就是只会笑，然后主持人问我说啊你这张专辑最喜欢哪一首歌，我答不出来，然后我会紧张，对，然后我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想，因为以前的专辑有 A 面 B 面嘛，卡带这样，然后就会开始在想说，所以我比较喜欢 B 面的第一首歌，过了，话题过了，因为在录节目，它有一个时间，对，要有节奏感，对，然后下来我就会开始就是背给笔记，然后剧场的话术就是背给笔记，就我妈妈就说，主持人问你喜欢什么，你真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吗？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答？然后我开始就对我应该要回答呀，然后我不能只能笑啊，然后到后来就是你会发现主持人的问话会越来越简单，就会从一开始可能问你喜好啊，喜欢什么歌，到后来问你说紧不紧张，有没有信心啊，你只要回答有，我可以，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安全过关。可是下来之后又会被大人教导说，其实你可以多回答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而且以前的回答是比较制式的，就是比较不像现在的大人可能会跟小孩子讲说，你想讲什么你就回答没有关系，然后你喜欢什么你就真的讲出来。可是以前会给你个标准答案，比如说你可能要讲主题曲，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主题曲，懂？那你去学校的时候，我在学校后来因为我相信同才之间大家都是跟我一样同年纪的乐天儿童，但是我猜想我的心智应该有一些被感染了大人的气息，所以有一些话题接不上，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我自己走在学校很像一个动物，因为大家都在看，大家都在看你，然后小时候就很有名了。对，走进学校最可爱的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训导主任啊，他每次看到我说丫头啊，你把小学当大学念是不是？因为以前我可能从中南部做完秀回到家的时候，回到台北的时候已经凌晨1、2点了，所以我早上是爬不起来的，因为我功课还没写。对，所以我可能到中午才到学校，但是我可能下午第3节课、第4节课我就得先离开，因为我中南部还有工地秀，我爸爸就又必须要开车，所以我就是迟到早退的一个概念，这样，所以他都会这样，就是这样开我玩笑。但小时候你感受到那开玩笑是一种疼爱，因为你有发现他发现你很孤独。因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妈妈一直教我，大人跟你讲话，你一定要微笑，而且他们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眼睛一定要看着他们，这个是有礼貌。所以呢，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学校走到那个教室的那个走廊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不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笑。对，哇塞，然后太有礼貌了吧？对，然后我太早熟了。对，然后我得到的回应就是笑什么？他好假哦！这个是9岁正常的反应。对，9岁应该要对，假什么这样？然后后来我 get 到了，我隔天就是我其实忘记过几天了。我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走心了，我就跟自己讲说：好，我低头，我不要看人。对，我就要低头。不行，哇，这样也不行，拽屁哦！拽屁啊！对，嚣张什么？一定是不行的。对，大头症就是很多小小的东西会在我的下册出现在关于学校的事情。我比较想问一个问题，就是9岁那一年，你如果现在回想，你不用去回想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经历过什么，那些所有的画面，你就只要讲情绪就好了。你开心还是不开心？9岁跟10岁真的很开心哦，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为什么开心？
因为我得到好多掌声，然后大家对我都是称赞，然后我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可以穿得很漂亮，然后我被簇拥在，我走到哪里大家都认识我。以前的那个我们在夜市宣传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可怕到水泄不通的状态，那个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优越感。可是急转直下，我5、6年级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差，但我说不出来我差在哪里。然后为什么我一直被陷入了一个我应该要开心啊，我有这样子的掌声，我应该要很骄傲，我应该要很满足，我应该要享受的。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我5年级之后，我突然间没有办法享受，然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自处。就从3年级到5年级而已。对，我到6年级之后我妈就跟我有一个好好的问我说，你想不想回学校读书？对，因为对我爸妈来说，国中、高中在他们的定义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吗？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是职业倦怠？2年的职业倦怠，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日复一日的每一天都在秀场，每一天都是庙会、工地秀，然后结婚最多的时候一天跑几场？最高我印象中最高一天有跑到12场过。然后那时候是国内航班还很盛行的时候，坐飞机的会坐飞机，然后我常常一天就是我坐回去坐回来坐回去，还是同一个空服员姐姐，才发现她还没轮班这样，可是我已经坐了好几趟这样。救命！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疑惑这个点，是因为我的第2张专辑的有一首主打歌曲，我一样去作秀唱的时候，我每唱必走音，而且永远走在那同样几个字。然后我就吓到，我就想说不可能，这一首歌我已经唱了上百遍了，怎么可能会走音？下来之后，我妈妈就说：“你刚刚有怎么了吗？是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几乎每一次只要唱到那首歌我就走音，只要唱到那首歌我就走音。后来我开始害怕唱那一首歌，可是没办法，它是主打歌。我必须得唱，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不开心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5、6年级那个时候还在秀场，在中南部秀场，要回台北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走，我爸一定是开高速公路，我都会偷偷跟那个一盏一盏飞过去，从窗边飞过去的路灯讲说秘密。说什么秘密？说为什么我会是我？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我生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我5年级的时候，然后为什么我选择跟路灯讲呢？因为我希望他不要回答我，而且他一听完他就走了。而且我在做这个仪式之前，我后来发现我已经把它当成一种仪式了。我在做这个仪式之前，我都会很确保的让我爸妈知道我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就有一个角度是我爸的后照镜照不到我，然后我妈也看不到我，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看。那你有试图跟你爸妈表达说你不想要再继续做？没有。为什么？是不是还不知道可以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是不知道我可以去讲我想要不想要，我喜欢不喜欢，但我发现我爸妈有意识到。你怎么会知道你爸妈有意识到？因为其实在我6年级要出最后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公司很积极的要把我转型，就是当我出完这一张愿望专辑之后，他其实是想帮我转型成美少女，因为我年纪也到了，然后他其实有更多的蓝图跟规划，那公司其实是很认真的。可是就在这要出这张专辑之前，确定要出这张专辑了，就是童星的最后一张专辑，我妈跑来问我一句话，说你还想唱歌吗？我回答不出来，我不再像小时候，就是9岁那个时候已经比赛到后半阶段了，即将要过关，20关要过关的时候，我妈一样在棚内问我说你要不要唱歌的时候，我是很直接跟她讲说要。而且那个时候当我知道方顺吉签15年，我签12年的时候，我哭了，因为我少3年。对，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到6年级那个时候，我妈再一次问我的时候，我答不出来。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我们先好好读书好不好？我是一直到长大我才发现，她后来讲这段话是个话术。她跟我讲说，我们先好好读书，因为国中跟高中对于一个
小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等你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你想要再唱，我们再出来唱。你为什么觉得那是一个话术？简单来说啦，我为什么后来会发现它是一个话术？是因为我高中成绩超级烂，就是我爸妈并没有很紧盯我的功课，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范本都是鲁冰花那群小孩子，后来他们都是非常高学历的，还有到国外去读书的，所以对我而言，那个大人的那个既定印象就是小孩子这么会背歌词。我们以前在 Enga 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日文歌要背，有很多的台语歌，大家的既定印象这囡仔人加搞背歌读册一定就搞就是会一直被加诸这种关注。然后国中的时候，我真的莫名的跟自己讲说，不行哦，我好歹也要在校排名前100名哦，我这样跟自己讲。然后每一次我就是在班上就跟我第1名那个2个人就是你知道一直在那边，就是这一次如果我第2名就哎呀，然后再来看校排名这样。然后到高中我开始觉得我好累，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但我后来发现我妈完全放纵我就是完全的，她不是我想象中的，就是我要你国中高中要非常非常认真的读书。我后来才意识到她不是这样。这样不是很好吗？对啊，那她是怎样？但我以为她是那种严母，就是不是。那你觉得她是怎样？我觉得她应该是会拿着，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一次考这样？为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她实际上是怎么样？她实际上是她很非常的关注我的身教，言行举止，就是我的礼貌，我的什么，她是非常非常在乎的。可是相较于书本上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国中我还会有一个就是防备心，就是我要防止你开始要来跟我叠对叠，就是这一次的期末考为什么是考这个成绩这样。但后来有，但是不是我想象中的这么。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每一次回过头跟我妈报告完成绩之后，我回过头进房间都会觉得程度只这样就是你知道我就会有一种程度只有这样对，就都没有太过度的责怪你。对，都没有，甚至没有那种忽然觉得难过。我突然间觉得我是不是没有价值？天哪！对 ，OK， 就是你是不是要放弃我了？因为我以前小时候真的是因为只要国小的同学冲出来，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妈会骑摩托车去接我，只要有小朋友冲出来跟我妈妈讲说芳心大头症，我不夸张，我一出来我妈就一巴掌就过来了。你有跟你妈妈聊过这一段？我忧郁症非常严重的时期，后来好转之后，我有跟我妈聊过这件事情。OK， 对，然后我发现我妈在跟我道歉，而且她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跟我道歉。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当妈妈，突然间她的女儿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她只知道她不能让自己去享受这件事情。她接收到的传统教育里面，女孩子该要有的礼貌，然后绝对不可以骄傲，然后要谦虚这件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讲，所以她只能用命令式的。用命令式之后，发现我听，可是我听傻了。她感受到我听傻了，然后一直到她开始感受到我不对劲了，然后我开始重度忧郁了，她慌了，然后她在旁边陪我。其实我忧郁症好是因为看到我妈一夜之间瘦了20公斤这件事情，我才有一种内心有个声音，就是我需要好起来，我需要好起来。所以我们在长谈的那段时间，我发现她哭得跟孩子一样的时候，我才想说，对啊，你22岁生我就是个大女孩生小女孩嘛，家里还很年轻的，还很年轻，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大人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有一个小孩，而且这个小孩突然间被很多大人觉得他应该是模范小孩的时候，他突然间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他只能在关起门来的时候对我非常非常严厉，然后告诉我你身教什么什么什么。他后来很
过不去的是，他说有一次，那时候是我在忧郁症期，有一次那个什么完全娱乐8大完全娱乐大小 S 在主持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非常的聪明，然后对答如流，反应很快。我妈无意间在吃午餐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都不能像大小 S 这样，就是这么聪明，这么回答的，讲话这么顺利流利这样。他说我那个时候回他一句什么你小时候就只给我正确答案，你要我自己什么生其他的话？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从来没有拆解过，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了。譬如说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在9岁，可是我听完以后我没有听到关键，你9岁的时候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很开心。对，我现在问回来你还是很开心。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开心？我为什么很开心？你知道你为什么很开心，然后为什么5、6年级的时候你开始不开心了？因为你的开心跟不开心其实就在那9、10、11、12。对耶，对你来说是很关键的4年，因为你在那4年里面你经历了开心跟不开心，而且是非常急剧的开心跟不开心，剧烈的，很剧烈的生活形态的转变。对，所以你好像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开心都不开心都回到9岁。就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聊很开心的东西，你也回到9岁，你不开心的东西你也回到9岁，所以我搞不清楚你9岁那一年对你来说那个打开的那个起始点，对你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它打开了你什么？是不是打开了一种我不适合，但我喜欢？或许我自己在看，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你跟我有一点类似，就是在太小的时候就进入大人的世界，对，你掌控不了，太多的关注了。我觉得太多的关注可能不见得是关键，而是他自己掌控不了外面而来的那个所有的刺激，太多吸引力了，那个是刺激。不见得是吸引力，就是没有适应的时间，来不及。应该是说，像你那个同学，就是你干嘛这样子看我？对，那个是很正常的反应啊 ，maybe 是9岁最正常的反应。对，9岁的人应该要有的，或者你太有礼貌，会说有需要这样吗？对那是很正常的。对，因为他还没有学习，然后你就是太快学习。就太早进入大人的世界，所以我就听进去了，然后你就把它吸收进去。对，我就吸收进去。对，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就是好像应该要这样。对，应该要这样。但是不见得什么是应该的啊。对，如果回过来还讲的话，我觉得9岁应该要有9岁的样子。对。但我如果44岁没有44岁的样子，那也没关系。好，双重标准，抱歉了。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其实一直以为我会是一个很会社交、很会沟通、手腕很好的人。我一直以为我会成为这样的人，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好害怕面对陌生人。譬如说，今天我第一次遇到婷，我就会脑袋就在想说，哪一个开头语才是对的？是你好还是嗨？不对，你的个性如果是一个很海派、很阿萨利的人，总不能讲我要啥吧？也很怪。就是我脑袋里面就会开始有各种，我会觉得符合你、符合现在的氛围，应该要哪一个才不会让你觉得突兀，然后会让很自然的这一种。没想到我的开头语叫厉害，对，没想到开门就厉害，我就来玩几下厉害，瞬间破冰。对，就是我后来发现我有太多的顾虑。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讨厌自己这种性格的，因为到底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很多虑的性格？我曾经因为这样子，我去给人家算星座、看命盘，然后人类图，我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了解我自己的方式，我全部都了解了。然后从星盘上看起来，假设说我的本命是11宫，是群众所以其实我是要跟大家团体生活才有我才会满足的那一种，我是适合团体生活的人，但是我却不是。
我就是一群人在一起，我的耗电量2个小时之后我就不行了。我曾经一直想要回去寻找这个答案，然后人类图也是，人类图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其实是靠着我的人际关系而来的，可是跟我的个性有够不对盘的。我唯一到目前为止做过的测验，只有 E 人跟 I 人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有准。MBTI 对，唯一只有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可是这个测验是什么？建筑师 IN 什么我忘记了。对，但是这个东西我又对它会保持一定的怀疑，是因为它是个问答题。对，它这个问答题是有包含你的期望值跟你的人设在里面的。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刚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at this moment？ 你害怕定义你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害怕，只是我找不到正确答案。什么是正确答案？对，就是不知道。这个它可以不正确啊，可以不正确，它可以任性，可以啊，它可以啊，你可以随心所欲。你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是自由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很暴冲，我很冲动，但是我很内向又容易紧张。然后其实我是很喜欢跟对的人聊天，可是我不喜欢聊天。这可以，这很 OK 啊，很 OK 啊，没有，这很棒。其实一开始聊天的时候啊，我就一直觉得你就是一个矛盾的人。对，可是他一定有一个原因。我一直觉得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9岁对你人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有可能，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忧郁症的时候，医生都在问我很多问题。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没有一个答得出来的。在那个 moment 里面，当医生在问我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这个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然后一直到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根本没有去想过它，我根本没有去思考过它。所以9岁对你来说，在你的印象当中，你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100%确定我是开心的，但是我很害怕，又开心又害怕。对，那你的开心一定是因为很多人关注你，对，所以你开心嘛。那你的害怕是什么？我害怕，我现在脑中想起的那个画面是，我害怕音乐结束之后，灯亮起来，我看到了台下的人了。我们站在台上的时候，spotlight打下来，其实我是看不到台下的人的。OK， 但是音乐一结束之后，主持人出来，我准备要讲话了，然后场灯打开，我看到台下满满的人的时候，我好害怕。那为什么害怕？我不知道好紧张哦，怯场。对，如果大人要定义这件事情，就是怯场。可是怯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不要管大人的定义是怯场，我只想知道说，那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觉得你的那个害怕原因是什么？害怕眼神，我害怕灯亮之后台下看我的眼神。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喜欢喧嚣的人，不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可是呢，我爸一天到晚，小时候学钢琴啊，一天到晚就是叫我要去应酬他的朋友，弹钢琴给他的朋友听，我就会在他的权威之下屈服，然后我就去做这件事。我有一天，我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我想说，为什么我每一次见人很多人的时候，我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复自己的精气神。我想说这是怎么个回事？然后人家也没干嘛，我也没干嘛，我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我明明就是一个不会 social 的人，可是我训练我自己超级无敌会 social， 就是我的人生的历程就是我不停的要 social。我觉得这个是给我的功课啊。我越不会什么，他就越来什么。所以我现在跟他讲说，我说我 social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豆咖拉拉，我只要知道这件事，那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那我现在就不需要回复了，对，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因为过去是我不知道在干嘛，但我认识了我自己。但我也认识了我自己，命运推着我走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把那个时候的害怕，或者是恐惧当成是一种缺陷。其实不见得他是了解自己的真正原因的，就是他是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还有可能就是你真的想要变成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在你的就是解释或者是你说的那个解构之后，我发现对
为什么我喜欢，但我这么害怕？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我很喜欢享受这个舞台，我喜欢享受掌声，但是我太害怕说话了，我害怕表达，然后这个表达当然可能有某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我讲错话，但是另外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我如果讲实话也是错的。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不管讲什么都是错的。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是不能诚实，我是必须要模仿。OK， 对，然后太早被推到市场上了。对，我要赶快模仿一种标准答案，一种东西。然后我太害怕说话了，因为我会不小心说出实话。可是说出这个实话，我下台之后会被骂。譬如说，如果主持人问你说这张专辑你最喜欢，我没有。怎么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对，可以啊，不可以。那个年代是不可以，不可以。我没有。现在如果讲我没有，大家会觉得哇，这个太帅了。但当时不行，不行。对，然后你今天来这边开心吗？还好，因为这可能已经是我跑的第9场了，我真的还好。可是我不能讲，但小时候还无法去理清楚说，什么实话或善意的谎言，什么等等的，我小时候真的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人懂这种东西。小时候真的没人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小时候也不应该懂啊。对啊，为什么要懂呢？你不懂是很正常的，好不好？对，所以我现在想说，我只知道我不能说实话，我要说正确答案，但是我不想，没有那么真心觉得这个是好的。对，会不想说，所以脑子里是不是我不晓得这跟长大的那个惯性会不会变得一样？就是好比我刚刚讲到，就是我遇到停的第一句话，我想说，所以我应该要先讲什么。所以你不是真的不喜欢害怕讲话，你只是害怕说错话。对，所以你其实很爱讲话。对，有可能哦。对啊，不然你现在跟我们录 podcast 在录。你知道我今天从一进来，我话没有停过你现在在跟我们录什么？你现在不是在讲话吗？而且我讲不停，笑死！而且我可以一直疯狂歪楼，你知道吗？就是对嘛？对啊，所以问题不在于讲话这个事情怕讲错话。而且我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有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冒牌生症候群的书来看。冒牌者症候群。对，我就在想说，我会不会是有点这个症状？这样，但是因为里面其实他提的东西有点太过笼统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100%确定我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很明确的知道有很多东西是我小时候的自卑感带上来的，但到底在自卑什么？的确也是有一些我很明确知道的答案，譬如说我可能在那一群排行榜的小选手当中，我就是永远很常背红色袋子第3名。表示什么？我唱歌真的不怎么样。然后长相也知道嘛，我这么爱漂亮，我一定会去观察，是为什么他的眼皮有2层，我只有1层，然后为什么他的脸可以这么小，为什么我脸这么黑，什么你会开始去比较，各种比较，你也会知道，就是那我虽然唱歌好像不是很厉害，但是我很会比手势，所以我可能我有这个优势。自己都会很知道这个东西，可是当每次要在对 key 前比赛前以前那30人大乐队，就大家在对 key 前，你就会发现每个小选手在每一个角落同一个音练了上百次的时候，我处在那边我不知道干嘛，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训练，我没有去找老师练过学过，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练歌，我就是把一遍歌从头唱到尾这样。你除了唱歌这件事情之外，你很喜欢，你很享受那个舞台。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其他你更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也喜欢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有画过一张画，然后被学校表扬，就是贴在那个公布栏的那一种，这样，然后我很开心。然后1个礼拜之后拿下来之后，拿回家给我妈看，我妈说：“你读谁拿？我家搞以后啊。”然后我从此之后就再也不画了。对，以前那个什么。钢琴有一个钢琴，然后我以前在没有学乐谱之前，我是听我就弹，然后是双手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天才哦，因为不容易啊，是对。然后我就开始因为这样，我就写了一首歌，然后我拿给他们看，没有回应，然后我就停止了，这样。那我后来发现，我不喜欢看漫画，我不喜欢看电视。我所有小朋友很喜欢的东西，我都不喜欢。然后我不喜欢芭比娃娃。那我小时候是真的找不到我到底喜欢什么。你没有摸索过？
对，应该是没有摸索过。我可能会跟着我弟去玩，以前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 Sega 吗？Sega 对，然后看他玩，我就觉得我不喜欢。然后以前那个昂啊飘有没有？我也不喜欢。然后跳高，学校就说方文章来玩跳高，我说好跳2次，我不想跳。什么红绿灯什么，我就好没有兴趣哦。然后我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我没有过童年欸。我有一点想回去寻找我到底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这一题我曾经在我大学的时候很认真的想要去寻找过。你有真的去寻找过？我有真的去寻找过。那你有寻找出什么？我寻找出原来我还蛮喜欢打羽球的，原来我还蛮喜欢运动的。我才发现原来我喜欢运动，但是我这个时候又会被自己卡住，因为我很不喜欢跳舞，但我很喜欢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去搜寻说，我到底是喜欢球类的，还是我喜欢什么，还是我只是很喜欢自己流汗。我就后来发现很多，我有因为这样有去玩过那个滑翔翼。我在想我会不会是小时候接收到的一些刺激太过大人，所以我长大之后我可能要去寻求更刺激的东西。所以我就有去玩过滑翔翼，然后我发现我也不喜欢六福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然后我那一阵子就很失落，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喜欢的东西耶。我甚至那一段时间我是开始在怀疑我到底喜不喜欢表演。对啊，我现在很想问你，你真的喜欢当歌手吗？我没有办法给你正确答案，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歌手会 po 文，会写说我很感谢支持我的你们，我愿意，就是如果真的给我这个机会，我会一直唱到80岁。你知道我是有点吓到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我的疑问是我真的有喜欢唱歌到这种程度吗？就是尽管什么都没有了，你只要给我一支麦克风，我就好像拥有全世界这种事情。那演戏呢？因为你后来都在演戏，对，我后来都在演戏。对，那演戏呢？我觉得演戏是过瘾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刺激，它是一个冒险，它是一个自我竞赛的过程。可是喜不喜欢，我真的给不出答案。会不会你其实只是喜欢竞赛？我不喜欢竞赛。那书写呢？我喜欢书写，但是你如果现阶段我的理解，我喜欢书写的过程，是因为我除了在跟自我对话以外，好像某一些我用想不出来的一些线索，我写完之后，我再回去看那些文字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现，跟其他的视角出现，这是肯定的。对，就是写作本来就是整理自己思绪的一个过程。对，确实是。但是我想要问的是说，你会觉得自己喜欢写作吗？我是不是最喜欢当废人啊？我真的找不到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写作？你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不喜欢输的感觉？我有一点不太在意我有没有输别人，但我的确很在意我有没有进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非常在意，我在意到有一年我入围金钟，我是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对，为什么入围金钟是因为什么？好像是女配角，对，入围女配角那个外乡女。我在入围那一档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开心的感觉。然后为什么？我的经纪人也是这样问。对啊，为什么入围了，很认真的去演了，然后入围了，然后没有开心的感觉？我当下回答不出来，然后我事后去回想了，是因为我知道在那一部戏里面，我没有达到我自己要的东西，我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所以今天无关于我有没有获得这个肯定，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借由这个东西让自己感觉到雀跃。可是如果今天这一个作品我达到了某一个我自己设定好的那个目标之后，今天我就算没入围，我都觉得好爽。可是问题是你9岁那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唱歌好不好听吗？我知道，很明显，好听吗？超明显的不好听啊！可是你那个时候开心啊。
我那时候很开心。对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很多矛盾超多矛盾的哦。我小时候是仗势着，就是大家都是站着唱，但我有手势，我可以靠这个取胜。多一个这样。以前都是这一种，然后大家都是站着唱，就是唱得很厉害，很厉害。可是我就会觉得没关系，我唱的没有这么厉害，没关系。我的灯光色感没有这么溜达，没关系。但我的对以前唱歌 N 都有很多的转音，这样我转不了这么多音，我没有办法高到这么高，但没关系，我有很多的手势，所以我疯狂的唱黄梅调，什么交道啊、小放年，我都唱那种会带一点点小身段的东西，这样。然后我就觉得OK， 我可以，这样。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我有肯定我自己过，然后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自卑的过程，那只是我觉得那个标准如果我到了，我会为自己掌声，我会觉得自己好棒好棒。那什么标准？很难说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做工的人演完了，然后有一颗镜头，在当下我在拍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糟了，因为它是 one take，然后我根本无法理解，我没有办法再回去想说我刚那样子好不好，但就过了，然后一直到骂脏话的那个 take 吗？不是，是跟女儿见面，她的男朋友背着她来见我那个，然后因为那个是在夜市里面，所以大家其实要抢时间，你要抢在路人不会看你，不会被镜头拍到的那个的时间，赶快抢，赶快把它拍完，这样。所以大家一切都快速到，我就觉得，我刚刚有演好吗？我刚刚有表现好吗？但一切都没有答案。然后一直到播出的时候，我一直看到我自己播出的时候，才觉得。放心，你好棒，你好棒。然后我自从这一刻，我才开始回去，就是对了，那我知道当下不要有演的感觉，那个就对了，因为镜头就是这么近，你不要担心他看不到。我就是一直这样跟自己对话，跟智障一样，一直这样跟自己对话。我那一刻哇，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哦。后来我才去反思，就是为什么我前面的那一次入围，我会这么无感。我当下有一种我任务完成了。我懂。那做工的人有入围吗？有入围，所以那次入围，我开心到哭出来耶！那我知道了，我懂了。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因为我没有达到我自己设定的标准。那你设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永远要比前一次更好。除了比前一次更好的，如果前一次已经很好了。所以真的是要比前一次更好，还是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差别？对，只要这一次跟上一次有各种不一样的差别。对，那个差别是对，那个差别的重点是什么？差别的重点是我有没有办法寻找新的路，然后这个新的路我有没有办法达到什么？对，达到什么？达到什么？上一次觉得只是任务完成，这一次。非常的开心，你不要很成熟的思考这件事，你还很幼稚的思考这件事。对，我们刚才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受到这个社会的污染，就是坏掉了。派气就是污染到一个你完全知道这个社会怎么运作，对，但你心里面打从心里就不相信这件事情。对，这落差一定忧郁症的嘛？对啊，100%忧郁症，真的。但所有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对你比较好。但你的老娘又没有想要干这个事情，对啊，到最后应该是回来，老娘想干这些你刚好这个社会有人喜欢，哇，那太棒，换一个路线，我们走回来，心里面那个喜欢，你想象最开心那个时候，去复制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复制你的开心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的做到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忽然间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时候，真实那一刻我很爽，是因为我发现很真实的我在荧幕前。我跟你分享一个心情，我小女儿她5岁，她就可以认得很多国字了。我记得她幼稚园大班的老师跟我说，她识字的程度已经高达98%，然后她每天就还是追着她姐姐跑。有一天，我婆婆就夸奖他，你好聪明哦！整本书你几乎所有的字你都懂你都认识，然后就没有理他阿嬷，他就一直看电视，然后他阿嬷就生气了，我在夸奖你，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这样，然后就跟他阿嬷说，
你下次可以夸奖我不会的，我会的你就不需要夸奖我了。你懂吗？你懂吗？这个很好笑，这个超好笑。对，这个超级好笑。然后突然间，这个超级好笑，觉得他阿嬷突然间觉得好有哲理哦。对。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不会的是什么呢？”他说：“像姐姐很会跳舞啊，然后我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学跳舞这件事情。如果你夸奖我跳舞很厉害，那表示我努力有被别人看见。可是我没有花任何的努力就能够达到的，我不需要你夸奖我。”好有道理。对，所以回到刚刚的问题，对，你觉得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因为驾轻就熟嘛，因为我不用，只要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为他付出很多。如果这件事情我只是在打安全牌的话，我没有超越我自己去试图去考虑这个极限的话，后果不管是好还是坏，其实我都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其实我被人家看到一点蛛丝马迹，我埋在里面的不一样，或者是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是因为我一直去做功课，可能我露出的集数不够多，我可能要在这个很有限的露出机会去完整这个角色，然后尽管有一个人看到就好，也都可以。然后只要有一个人 get 到，我就会被看到了。对，有没有打安全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会有很深的心虚感吗？心虚感还是我也不会讲。换句话说，你真正满足的来源，其实是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已经尽力了。对。然后如果有人可以理解到你尽力了，然后去欣赏你尽力后的成果，你会更加的踏实吗？对，是这样吗？然后我会好开心。但有没有入围或者有没有得奖，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关系。对，其实我某种程度上也有点讨厌自己这件事情啦，因为我也很害怕讲出来，因为我害怕我讲出来之后，就是现在评审如果有看到这一集，好啊，你不 care 是不是？OK 啊。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外界的所有的掌声、肯定、批评等等之类的，那都是外界的事。对，那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对自己到底有没有肯定。那如果你对你自己有肯定，你就会欣然的去接受这些东西。对，好有道理。对啊，如果你真的肯定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对外界的掌声、否定、酸民的留言，你都可以更泰然自若的去对这些。那个是一种不卑不亢。对。但如果你都没有办法肯定你自己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你就放得非常的大。对，就是如果得了一个奖，哇，我得了奖，然后有人骂你，哇，好难过。对，就会把他所有东西都放大。那些都对我来讲，就是它是假的。有一年，2016年，我们2015年开店嘛，然后2016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社会企业的单位来找我们，反正他就是评比你是否是社会企业，听起来很诱人，很诱人。就是因为你什么是社会企业呢？就是你对于这个国家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的贡献就这样听起来很帅啊。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做的是，我有我的信念。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为这块土地贡献我那么一点点微薄的力量。OK， 那我就要填很多很多有的没的单词啊，然后可能要让他们来访问我，然后我要说很多我自己的情怀、我的理念、我的抱负，巴拉巴拉巴拉。填的过程中就发现它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一直以来我都是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必须要去做一些符合这个社会期待的事情，去做平衡。第一年我们就过了，然后第2年他们再来审核一次，没有 balance 啊。什么是没有 balance？ 就是说我还依旧有我的情怀，可是我赚的钱并不 balance。我那时候非常的生气，就是非常愤怒。你知道中二生很愤怒吗？愤怒有理，超级无敌愤怒。我就说他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judge我的灵魂。有，我记得这个事情。对，我们开一个店，就是把我们的灵魂摊出来给大家看，差不多就是你做一个作品，就弄出去，然后要金曲奖，然后就是
报名什么奖项。对，他说没有一个人可以 judge 我的灵魂，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灵魂摊出来给你看。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个。对，然后我听完就觉得其实蛮有道理。对，就当我已经尽我们的全力去想办法跟这个世界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没有办法去管控接下来评审要不要给我讲，听众要不要给我们正向的回馈，或者是酸民要不要给我们好一点的 feedback，没办法。但我确定一件事情，我们尽力，我尽我全力展现出来给你看的我最好的一面，就是这样。不管我是做个作品也好，写一个文章也好，录个 podcast 也好，演一个戏也好，你把你所有东西能给的都给了，给完之后剩下的做不到，你这没了，没有爱了，对，没有爱了，不要来跟我，不要再来跟我索取一些什么，没爱了，对，没爱了，做不了，做不了。我女儿每天都问我说：“你爱我吗？”我说：“还行。”她就说：“没爱了。”我说：“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的能给的都给完了。你在那边跟我说没爱了，我告诉你，情绪勒索我，没有理你，没有用，没有理你。我每天，我过一阵子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买自助餐？他说不要，我说没爱了。我就每天跟他们在情勒，那我们都很懂说这个情勒到底是对，就像我妈常常会跟我讲说，我只要回家吃饭。就是结完婚之后回家吃饭，我妈就会说啊，这是第一，我们吃剩下的啦。我就说好，没问题，我就是来听菜 boy。她就会发现她很爱用这种跟我说话，因为她发现我很喜欢听这种话。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种比较没有压力。我其实是有点受不了有人是专门剩餐，然后就是找你来吃，我就会有一点。开始不自在跟尴尬简单来说啊，可能我的个性没有这么的有礼貌，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别人对我很有礼貌。可是你知道我刚听来啊，我发现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讲礼俗的人，就家庭教育啊，然后你对你妈妈也是这样，对，你其实都是尽量让别人好过，你尽全力的让别人好过，可是。我很想问你有没有让你自己好过？你其实没有对你自己很好卫生纸是不是？你说要卫生纸是不是啊？我没有觉得你对你自己很好啊，因为你刚刚在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很开心，因为你让别人好过，所以你就开心了。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你的重点是别人开心，你开心。可是你没有，你的排序没有你开心别人开心这个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排序在里边的，是几乎没有的，根本没有。那你就会很多时候是你很多时候你扮演很多角色，我们就讲了，我们人老了，年纪大了，在社会走跳久了，你可能会有一个角色扮演，你很容易就会失去你自己。对，但我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你绝对的善良。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老麻亏，然后我后来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包含了可能是直接阻挡我的事业的事情，可能我的案子可能就是会直接转让给别人，被砍掉或者对，类似像这一种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在人和上面我很不会处理，因为我很直。然后有一些游戏规则，我不想迎合，得罪就从此而来。那得罪这件事情会变成一只鸡毛变成一只鸡的概念。后来我也在反省，就是对啊，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跟你一样，所以你可能觉得你这样子叫做真诚，你这样子叫做直，可是别人的个性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刺耳的，非常不舒服的。那他何必要来接收你这样子的传达方式？当然我现在还是有心里面总是会有一把尺嘛，总是会有一种底线嘛，就是太过华丽的迎合那个套路，我还是坚持没有，对不起，我就是没有办法，做不了，我做不来。但是有一些其实是还蛮正常的，那只是有一些你可能要稍微顾虑到的或者是什么，我开始去学习，在我23岁的时候，我开始去学习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矫枉过正，有的时候我失去了我自己，
然后我又想要搬回来一点，然后但是每一个团体的形状都不一样。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可以解决这些事情的是，如果我把自己变成水，会不会好一点？我今天到了这个剧组，我发现这个气氛大概是这个样子。OK， 那我走这一路。我今天到了这个电视台，哇，我发现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把自己顶起来的时候，我这时候就稍微这样子把自己顶起来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可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那时候星光刚毕业，我走到一个节目的后台，我们都要去上通告。我一走进去，我看到了其他的歌手也在后面 ready。我走进去跟大家攀谈的2句，我出来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被带着我的宣传念了。他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那个气场顶起来 ，hold 在那边。因为那个年代还是很明星化的时候，还需要包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自己，就是我已经不求你要把自己那个状态起来了，但是你可不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你一定要自己过去打招呼吗？你不能就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包包放好再怎么样吗？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很幼稚，我就回答说：陈奕迅不是也这样吗？对啊，我就这样回他。哦，不行啦，他就反呛我，人家陈奕迅你谁？他想，哎，有道理。在这个比较特殊的生态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又想到了以前小时候我妈常跟我讲过，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件事情，对，超级不适用，超级摧毁人心的一句教条。但是有的时候摆在某一些逼不得已的状况，的确还蛮好用的，自己好好过去哦，我干嘛去跟你争很多事情？到后来我发现某一些人设我小时候是拼命的想要摆脱掉那个人设，我一直到比星光，一直到后来主持节目，我都好想要摆脱那种大家印象中的方婉珍应该要是什么样子，方佑兴应该是要什么样子，可是那些都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服大家那不是我，所以我就做。我小时候就做大家想要的方婉珍。我长大就做大家想要的方佑兴。后来我跑去演戏了，我才发现我好自在，因为我可以躲在角色后面。我甚至不用是方婉珍，你也可以不用是方佑兴。而且我有时候可以偷偷把这个角色变成方佑兴。我看你们节目没有来宾哭的嘛？有，怎么会这样子？有啦，没事了，有啦，一起哭的。Oh my god! Oh shit! 我后来出了这本书，大家说我好勇敢。其实你知道吗？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我其实勇敢好久了。是啊，其实没有人发现，因为我可能透过戏剧的角色偷偷放一点方佑兴在这里，戏剧的角色偷偷放一点方佑兴在这里。我也不怕别人讲说你有什么资格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肯定，但我相信我的确是还蛮有这个年资讲说30年了，我出道30年了，觉得我真的会在意外面这些昙花一现的称赞吗？我真的在意的是我自己。我明白，完全明白。我记得我星光毕业的时候，我去上了郎姐的表演课，当楚云的表演课。第一堂课就是每一个学生都要站上去，然后问说：“你为什么要来学表演课？为什么要来学演戏？”每个人都讲说：“因为我想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戏剧圈什么。”我站上去，我就讲说：“我想找自己。”所有人都懵掉了。什么？我说我想找自己，只有郎姐听得懂。她说：“你现在开心吗？”我星光刚毕业，其实是我很辉煌的时候，高光时期。我跟她说我不开心，她说：“你开始找自己。”最后一堂课呈现的时候，我要看到你。那个是我24年来第一个人跟我说他对我的期望是可以看到我自己。太可恶了！Oh my
my god！ 我今天本来也是有带人设来的。不行，不能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好难哦，这个好难，这个是好难。反正我觉得你好可爱，怎么了？真的，我觉得你很可爱。就是其实你9岁那个时候的开心是你开心，你没有去管大人开不开心。你的9岁、10岁，可是你的11岁跟12岁，你突然间发现，大人好像会有开心跟不开心，突然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你还没有从那个我开心别人就开心的这件事情跳出去，你那个开心中断了，你也没有搞清楚说我到底开不开心。你太快的去进入这个成人的世界了，所以你已经在你还在乎你自己开不开心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乎别人开不开心。对。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timeline 是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时间轴是不一样。你在什么年纪要理解什么事情是完全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幸运，他很小就取得某一种程度的成功，但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人到很晚才理解他到底可以干什么。那我觉得对你来讲是，或许你太过于善良，你不想要把这个东西在9岁的时候那个开心不开心去怪罪你的爸妈。但我其实我刚刚有感觉到一个事情，因为其实你妈妈对你非常 nice，她某个程度上她有在不同的时间点问你，你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吗？但你刚刚告诉我的事情是，你觉得那是一个她的话术，所以你其实心里有怨怼。某个程度上是有，某个程度上6年级我觉得我回答不出来是因为我舍不得，是他矛盾了。那个矛盾很有趣，是因为你又想要 diss 他，对，又舍不得，对，我舍不得那个 spotlight， 我更舍不得公司已经帮我策划好的愿景。对，但是如果你舍不得去 diss 他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长大成一个你真正想要成为的一个人。我后来在看那个事情是每一个人啊，从我们小时候啊听爸妈的话，然后就听啊，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骂他。某个程度上是这样了。为什么要骂他？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他骂他的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糟糕，是因为我要骂他，不然我长不成我自己的样子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你妈有多糟，但是因为你想要保护他，所以你就不好意思骂他，但你还是应该要骂他。对，我不可以题外话一下吗？就是我突然间明白他，怎么说？因为他从小就是我妈对我很好啊，对，我得到他的关心跟他的爱，对我其实对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好 complain，但我就想 complain 他。但我后来有理解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如果不 complain 他的话，我没有办法长成我自己的样子。懂。那我如果自私一点，我还是想要长成我自己的样子的话，我某个程度上我必须要骂他。是，然后骂完他之后可以跟他和解。我现在终于懂我有一阵子对我妈很凶的原因了。我跟我妈很好，然后我也懂，我也知道她懂我，理解我，我也理解她，但我就看不顺眼。就我也知道第三，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要这么看不顺眼？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后来我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说，我如果不 diss 他的话，我长不成我自己现在想要长的样子。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跟爸妈很好，对，我们在他的依附下长大。对，有一天我们要独立成一个个人，要交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某个时候他说啊，我爸妈很烦啊，我蛮讨厌啊，一定要有这一段，一定要有这一段，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长不成。我如果都觉得我爸妈很好一辈子的话，我大概就是说，我就在我爸妈可以允许的范围，他的道德底线底下长大。但我其实不甘心于这个内容，因为那个内容是他们上一代的内容，我想要长成我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们都是死小孩啊！我讲了几集了，对耶，是不是？死小孩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这个死小孩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的话，大家就会说，哦，
这个是这个社会的社会贤达。对，简单来讲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想要长成自己的样子。为什么？我们某个程度上，我也想要成为社会贤达，对不对？有的，对。那爸妈是社会贤达，我也不能照他的这个状态去活成那个样子，因为再怎么样，那个是爸妈那个年代他最好的选择。我也想要成为我这个时代最好的选择啊！我也想要变成我这个时代很酷的人啊！我会不会在你们的节目当中突然间意识到我到底忧郁症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个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活成我自己的样子，可是我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抛不开我妈妈给我的规定，应该要活的样子。那你说妈妈有错吗？没有啊，对，你一方面会想要去完成他对你的期待，然后一方面又想要完成你对你自己的期盼，对嘛？其实我理科很强，你知道，我数理很强。我妈只为了想要让我当主播，所以我去读了文科，所以高中有够烂。不然我如果读了2类组或3类组，哇，是不是就对？好啦，对不起，只是小小抱怨，应该会剪掉吧？不会，这不一定有这种抱怨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抱怨，偷偷的。但对我后来就会发现，好像我是不是太过于期待我有没有达成他心目中的样子？可是到了某一个高中的尾巴，高3的时候，其实我好想要成为我自己好想要的样子，可是我明显的知道我想要的那个样子绝对是我会被我妈打死的样子。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你到底是不擅长成为这个社会期待的样子，还是你本身想要成为你自己样子的动力不足？我不擅长成为这个社会的样子，所以你其实觉得你的动力是足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为什么你的动力没有办法抗衡你不擅长？你的动力为什么？好了，就被你们讲中了，我就怕他们受伤啊。为什么你怕他们受伤？就是我就说他是有情人，不要逼他都全讲好不好？你他妈的！我们要探讨问题的根源啊，因为我觉得妈妈或许对你很好啊，太好。妈妈没有逼你做什么事情，她有期望，但是她妈妈一定有期望啊。对，那妈妈真的有逼你做什么事？没有。但是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去打耳洞的时候，我妈有多伤心，然后我去刺青的时候，我妈有多伤心，然后我发现我妈伤心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刺第2个。所以其实我想要改变她。所以其实妈妈的温柔反而对你来讲是一个框架，是一个蛮大的杀伤力。我自己觉得是杀伤力啦。所以妈妈对你很严格也不行，妈妈对你很温柔也不行。我还习惯她对我严格嘞，我还可以呛回去嘞，我还有比较有这个力道可以呛回去。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形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啦，就舍不得。他那个舍不得是，我知道我想要长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你，就是渐渐长大。我想要长大，我想要长成我自己的样子，但是同时间我也舍不得。我如果把你们推开了，对，我就再也不是依附在你们底下的人。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情感的依赖，那个东西，我懂，太难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想要成为有人可以 cover 我们的人，对，做不到。我不想要把你推开，我想要当你的小孩。但同时间我又难过，我想长大，我也想长大啊，我想要长成我自己的样子啊，我要发光发热啊，对，我想要依据我自己的本性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有情感的纠结，我觉得这个情感永远是最难的，因为你是从这里出来的，你不想要忘了他，你不想要觉得你跟他没有关系。对，但你要长成你个人的关键，其实就是你要忘了他。对，没错，没错，真的，甚至偶尔你要骂他。对，太糟糕了！我的原生家庭，我小时候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我人，我还刚好心方。我不该这样子，我必须要做这个事情，对，不然我长不成我自己的样子。对。
所以太困难了，太困难。以前结婚前，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过年时候，因为我就会发现我在外面闯，累，然后我过年时候就会有1个礼拜的时间我可以回家，你知道那1个礼拜我可以变多妈宝就多妈宝。我一开始会害怕，我会害怕说，如果我突然间变回以前那个小女孩，你知道既定中的那个严母，就是晚饭吃一吃，为什么不自己收一收，就是以前还住家里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试了1次2次，第1天第2天，我全然妈宝，因为我发现我妈舍不得让我洗碗。我发现桌上都是我喜欢吃的菜，可是嘴巴还讲说没有啦，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啦。我说 OK 啊，好啊，然后就吃，然后就可以疯狂追剧，然后我可以瘫软在沙发上，然后完全变成个废人。然后我那一瞬间，我突然间回到国高中，因为我国高中唯一的事情就读书。我就没有其他事情了，我突然间好珍惜这种时刻。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会突然间在他面前我变得好小，然后我会撒娇，去弥补以前我从来不会跟他抱抱的这个遗憾，不会说爱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对，我有一次白目到就是抓着我妈，就是2个人要看电视，我要抓着她说：“妈，干嘛啦？你爱我吗？干嘛啦？你爱我吗？哎，这问题是什么东西啊？你爱不爱我啦？”然后2个人很像在吵架，可是其实内容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在干嘛？就2个就吵不出来。我知道他最后还是讲不出来，可是我好像要的不是他回答我问题，而是这中间的我试着一次一次的去撞击他那个固有的架构。我试着一次一次的去撞看，然后我才发现我好有成就感。就另外一种很奇怪的自我肯定，竟然是来自于这个。我就突然间觉得，我终于在这一刻，我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了，就是我终于真的可以玩乐团，然后在台上唱的就是自己很爽的歌，然后喜好很分明，就是星光前那段时间。然后，但是我现在可以回到让你来理解我，我并没有变坏，我只是变成了我自己。然后过段时间，你反而来依赖我了。就是心情不好，你突然间打电话给我，我吓死了。第1通电话，然后开始慢慢的，我会开始想要去逗你，然后你开始会想要跟我讲悄悄话，就是这都是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传统妈妈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可是她被瓦解掉了，然后她开始去重整她自己一套，好像为了想要来配合我，变成她好像想要来适应我的这个感受。我才有勇气写这本书，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给他看，所以大家可能还没看到。Okay.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是幸福的。其实，再我问你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妈妈爱你吗？很爱。第2个问题，你觉得你爱你自己吗？不太爱。对，我不太爱我自己。我心里，我永远会用一件事情来逃避我自己。这个正确答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够爱我自己，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教练，他必须时时刻刻的自我约束跟自我管理。我知道，在我开始要长成我自己的时候，他或许可以代替一些我心里面以防变走坏的地方吧。我不知道。但我其实觉得你爱你自己。我以我的角度去看，怎么说？我其实觉得他非常的珍惜他自己，只是在他比较矛盾的性格里面，有一些东西比较混淆而已。但不表示他不爱他自己。上个礼拜我写了一篇部落格，标题是懂爱？我那一篇的内容在写我其实不懂爱。你的怀疑其实来自于恐惧，你的恐惧到底是什么？我怕不被社会接受，因为我是公众人物，这个枷锁太深，所以我是不是曾经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要一直在走幕前，我一直在寻找幕后的路。但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你害怕不被这个社会所接受？我觉得我某一种偏执还是上一代的教育影响很深。那影响的内容就是如果我已经给别人是这样的既定印象了，就是我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现在突然间要我很勇敢的去展现真实的我自己。没有，其实不是这些东西。
真的吗？不是幕前幕后的问题。我觉得我跟你有同样的挣扎，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你挣扎的在于成功跟成就之间，成功跟成就不必然是幕前或幕后。可是你最在乎的不是成功，你最在乎的其实是成就感。譬如说，你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然后你就得到了，你可能就入围了，然后那个奖项你觉得我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付出什么，那个重点不是你没有付出什么，而是你没有成就感啊。对，所以你在乎的不是成功啊，对，你在乎的是那个成就感，对，所以你才会去找幕后的工作嘛。我一直觉得做幕后是最大的成就感，做幕前好像你就需要去做一些好像符合人设、符合答案、符合这个社会的需求，这些东西我没有成就感啊。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外界的，都是假的，它其实都是假的。你看他最后到现在还是在幕前的。对，我到最后我还是得做这件事情，可是幕后的事情他也要做了。其实那个都不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时代来说，我觉得啦，因为以现在来说，幕前跟幕后根本就一样分不出来了。因为幕后的事我做的比别人还要多，但幕前的事我也没少做。那幕前的事我可能会被泡，但是anyway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幕后的成就感还是更大的。重点症结点来说，都不是你到底成不成功，是你有没有成就感，你有那个成就感才能够满足你。那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要求，那个也不是外界给予你任何的肯定你就能够满足的。对，不可能，真的。对，其实我们的那个内在的需求是更大的，远大过于外界。可是因为你的混淆在于你觉得外界给你的肯定会更多。但我觉得那个很难，是因为他很小就受到很大的外界的肯定。对啊，然后你一定会在某个程度上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虚幻的，然后真的还假的。你说会去看什么冒牌者症候群的，我小时候也会这种感觉。所以其实症结点不在于外界的肯定，最后还是回到一个东西，就我刚问你，他说太早那个问题，你肯定你自己吗？肯定我自己吗？你爱你自己？我觉得我爱我自己，但肯定真的是时有时无，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行，这样不行。他的重点是他太爱自己。对啊，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会不会因为我太过爱自己，而会不小心牺牲到其他人的感受？我跟你说，其实佑星跟我的本质非常的相似。怎么说呢？怎么说？真的怎么说？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上一集我讲过，我就说我太爱我自己啊，导致于我不珍惜机会。卫生纸，卫生纸来一下。你懂吗？我觉得要我的经纪人曾经跟我讲说，方心，你可不可以稍微入世一点？如果你稍微入世一点点，你现在可能就是你想要名就有名，想要利就有利，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在把大饼往外推？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你就是没办法妥协，老娘就是不想干。对，但其实你入世的事情也干的不算少了。对啊，我其实一直在9岁就已经入世。我就说，我刚刚就讲了嘛，说我们两个为什么相似，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太早进入大人的世界，所以我们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里面。老娘就不想入世，出不来，不想出来。我就是你知道吗？那种好听一点叫做我有我自己坚持的原则，那难听一点就叫做我不信你这一套，我就不相信，对，我就不信，我就不相，老娘不信，我不信，有没有？是不是？对，老娘不信，怎么可能？尤其在这个时代耶，你是不是？前面也就算了。你成功的把我的 low mark 拍出来了。那一直以来，不信这些，
不相信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动力的来源。好像是它是个动力的来源，那也是伤心的来源啊。是，对啊，也是挫败的来源。同意。对。你小我几岁？你说5岁。那可能过5年之后，所以我下一次回诊的时间大概